Hello， 我是小林。今天的故事会让你吓一跳。怎么回事呢？有个年轻人死了，但下一秒他竟然变成了刚出生的婴儿。你敢相信吗？那故事开始了。200多年前，在清朝的时候，有一个有名的大官叫刘墉。刘墉啊，因为他的背有点弯，人们叫他刘罗锅。小时候啊，他亲眼看到一件事，这事儿太离奇了，让他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在他10岁那一年呐，刘罗锅在家里读书，准备考试，考秀才。他家呀，住在一个小河边上。这小河上有个小桥，这桥啊，连接河两边。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是个大户人家，大宅子，这家很有钱。刘罗锅家呢，是个小2楼，他每天呢，在2楼读书。早晨呢，他大概4点多钟就起来读书。他把窗子推开，正好啊，能看见这河上的小桥。这小桥距离他家大概10几20米吧，能看见这桥上人来人往。每天早上4点多，有个老头会在桥上卖早餐、点心什么的。过一会儿人就多起来了，就会有人买他的点心。这一天早上啊，10岁的刘罗锅起床了，推开窗户，新鲜空气进来了。他准备啊，好好读书。一抬头呢，看见那老头已经在桥上了。早上4点多钟，太早了，还没有人呢。他看见桥那头啊，晃晃悠悠过来个小伙子，干啥的？挑水的，可能是给谁家送水去。这小伙子走到老头跟前儿，好像在说什么，但是离着刘罗锅10几米，听不清他在说啥。不知道怎么了，这俩人吵起来了。这个时候就看见这老头推了小伙子一下，这小伙子肩上挑着水呢，身子一歪，从桥上掉下去了。他掉下去之后，在河里扑腾了几下，看得出啊，他不会游泳，河水呀，把他给冲下去了。刘罗锅一看，吓坏了，哎呦，这不弄死人了吗？桥上那老头更吓坏了，哎呦我的妈，这，但没敢喊。他一看周围没有人，就把东西收拾收拾，赶紧跑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刘罗锅听到外面吵吵闹闹的，咋回事呢？有人看到河下面有尸体，就报案了。那尸体挂到树枝上了。警察一看，哦，是他自己不小心掉进水里，淹死了。别人谁也不知道这小伙子怎么死的，可刘罗锅知道啊，就是那老头跟他吵架，推了他一下，他就掉进河里了。但是他那时候是个小孩嘛，10岁，胆子小啊，就没敢告诉别人。过了大概1个星期左右，这老头呢，这段时间都没敢来。这一天早上4点多钟，刘罗锅打开窗户，一看那桥上老头还是没来。这时候他一看桥的那边，
把他给吓坏了。你猜他看到啥了？被水淹死的那小伙子正挑着水从桥上过来呢。啊，他没死吗？这是人是鬼呀？就看着小伙子飘飘忽忽过了桥，对面是那大户人家。刘罗锅眼看着他走到墙那儿，然后噌的一下就进墙里头了，从墙直接进去了。过了不长时间，就听见那大户人家里头有人喊：夫人生了，夫人生了，是个大胖小子。那家生了个孩子。刘罗锅那会儿虽然不大，才10岁，可他读了不少书，知道的事情也不少，心想，难道是那个死了的小伙子转世投胎，托生到他家去了？他这心里一琢磨呀，那几天都没心思读书了。就这样又过了几天，那老头来了，又开始卖早点了。这一晃啊，又过去了5年。刘罗锅15岁，已经考上秀才了。在古代，考上秀才是读书人的第一步，接下来还要考举人。这个考举人类似于现在的考大学，所以他还是天天认真读书。桥上呢，还是那样，那老头天天在那儿卖点心。有这么一天早晨呢，刘罗锅还是4点多起床开始读书，读到5点多的时候，他想休息一下，看看窗外，就看见那大户人家跑出个小孩来。刘罗锅认识他，就是5年前呐，那小伙子穿墙进去之后生了儿子那家。每天早上，那孩子喜欢到门口玩一会儿。这小孩啊，往上面看，门口树上那鸟啊，叽叽喳喳叫。这小孩呢，觉得这鸟叫起来挺讨厌的，就从地上啊捡起石子儿要打这鸟。你叫什么叫？打了2下没打着，这小孩啊就来气了，在地上啊捡起这么大一块砖头，往树上这么一扔，也没打着。但这砖头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，落到桥上了。落到谁那儿了？卖早点的老头在那站着呢，就见这石块啪打到头正中间，老头晃荡2下子，扑通掉进河里了。老头也不会水，扑腾了几下就被河水冲下去了。你看看，老头当年推着小伙子，一下就把他推河里了。小伙子托生成小孩，他也不是故意的，一扔这砖头，这边老头就没了。这就是典型的因果报应的故事。你觉得这故事咋样？欢迎在留言区说说你的看法。那咱们留言里见，拜拜。